通常我都是早上6点多就起床，起床第一件事情除了刷牙洗脸啊，一定会先把床给整理好，因为床不整齐的话，晚上睡觉我会做噩梦。把床铺得好好的，有点像饭店的感觉以后，我就会在我的小电脑那边开始就做一整天的工作，然后等到9点多10点，听到楼下好像有开关门的声音，我就会下楼先看一下我们家那个老爷是不是起床了。他万一说我起床了，我就把我冰箱拿出我的食材。这个时候我们家老爷把什么刷牙洗脸的工作做好以后，他就会自己跑到厨房来帮我烧开水泡咖啡，这就开始了我的嘴巴做菜的早餐。可能叫他帮我打个蛋啊，顺便煎个蛋啊，然后盘子啊通通铺好了以后，我就回到这个小房间吃我们的早餐，就开始一整天的工作。我是杨贤英，轻松过日子就是我的生活之道。挖家到你家，今天来到食材研究家杨贤英的家。身为多年家庭主妇的她，该如何维持家庭开销又吃得健康？市场经济学又是什么特别的致富密码呢？就像你，就像我，这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分享他的独特故事，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杨贤英，我当家庭主妇有40多年了。结婚1年多以后，接掌厨房，我就开始了我的食材管理。那时候的食材管理是为了让食材保存得更久。那第二个是觉得食材管理可以让我很快速的上菜。要是把食材弄得新鲜的话，我们家的人会吃得更健康。也是因为这个方法，它让我省到更多的钱。如果你想要吃得健康，想要做菜轻松，对我的食材管理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追踪我的粉专杨贤英快乐省钱生活，跟买我的书。我把冰箱变财库，钱滚钱的冰箱小财宝，记得2本书都要买哦。谢谢杨老师的介绍，很高兴今天来到老师家。冰箱是帮助食材保鲜最重要的元素之一，想请问杨老师是如何收纳冰箱的呢？这是我家的冷藏哈，我把这个冷藏分成3种，蹲下来才看得到，属于非视线范围。非视线范围我一定要加盒子、箱子或篮子，然后放的都不是最近1-2个礼拜一定要吃完，比方说像桂圆干或者是中药材这种干货之类的。第二个这边就是放一般像零食或者是比较中长期的，就像这个豆腐2-3个礼拜吃不完都没有关系的，这个量才是这个礼拜一定要吃完放到看得到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弯腰。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冰箱其实放的不是那么满，有很多空位，我尽量让我的冰箱保持大概7到8分满，通通用盒子去装它，这样的话整个冰箱收纳就会很整齐。我们家冷冻库有3层楼，1楼、2楼、3楼。1楼有4个房客，2楼有4个房客，3楼有4个房客。那每个房客都是用一个盒子为单位，每一间房子都会写上房客的名字。好，比方说这个房客叫做意大利肉酱，他万一退房吃完了，我就会把他的标签拿走。这个是直立式的冷冻柜，是有抽屉的，有层板的。层板类我就是一样是像1层楼、2层楼那种概念。抽屉的话，我会把它大分类，比方说生鲜类比较倾向放下面，那这个可能是冷冻的蔬菜类。抽屉式它必须是直立式的摆放，它就不能叠放。保鲜盒也可以当辅助的，尽量也是分一个一个的类别，像这样清清楚楚的话，拿起来速度就会比较快，也比较会省电一点。原来冰箱收纳可以这么有趣，把层板当作楼层，食材当作房客，贴上专属的姓名标签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达人的冰箱哦。身为食材研究家，相信老师对食材管理一定很有心得。请问老师是如何保存食材的呢？现在外面卖的青菜很多都是一把一把的橡皮筋绑的嘛，买回来以后我会先整个松绑，摊到这个桌子上，看一下有没有烂掉的地方。像叶菜类的话，通常比较注重在根部的保湿；结球类的话，我会先打开来看一下，买回来状况是这样不太好的话，我就会先把它清除掉，然后再根据它的特性处理它。像这个番茄就会把它这样子切好，然后一份一份的放到冰箱冷冻，用一个盒子去装起来，它其实就是番茄块。我只要把它拿出来稍稍退冰，然后跟蛋打一打就可以下锅煎，就很方便。那肉来讲的话，我就是先把它腌好。那这个是鸡腿，全部都已经去腥过，把脏的部分全部都处理好。这个是肉排，因为我有调味过，回到家就可以直接下锅煎。等于是你买菜回来，先把前置作业全部处理好，下班回到家就直接放在锅子里面直接煎。这个是叫做即食包。假如说我今天回到家，我想要吃这道料理，我
只要把这个保鲜膜撕开，就直接进烤箱或是直接进微波，那这样一道菜不到5分钟就做好。比方说这个叫做芋泥肉酱，芋头买回来以后，因为我一定吃不完，干脆就把买回来的芋头分开来压扁，分3餐或4餐，把它整成烤饼的形状。在你买回来以后，马上处理好的话，其实不到半小时你就有好多道菜。然后我每次买绞肉都会买个1斤左右，大家吃很久，变得我的绞肉一直要不断的重复炒，我觉得很麻烦，就干脆把1斤的绞肉都炒成打抛肉，然后再用制冰盒再去分装。每次要做的话就拿一份，买菜回来哈，你买多买少都没关系，不管你买多买少，一定要做前置的作业，它会让你未来1个礼拜或2个礼拜都会很轻松的可以上菜。保存食材并不难，只要采买回家后马上动手整理，就可以省下很多料理时间哦。很多人都说我这样子做哈，是不是我要买很多的保鲜盒？其实不是我都是用到日常我常常会碰到的东西。比方说这个优格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盒子好像是适合我家用，我就把它洗干净，把它留下来。这都是我做那个食材保鲜分包的一个道具。这个是我的擂茶膏的，像这样子。好了以后就先这样摆上去，像这样哈，然后保鲜膜像这样，我分2层包装，它比较不会有味道。冻起来以后，我再把它拿起来，份一份的放冰箱里面。下次我要用它的话，我要拿1小份出来。有些人随意分包的话，可能就会过剩或者不够。用这种方法的话，其实会让你的分量掌控得非常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有效的做出身材的管控体重的管控。所以不一定要买很多的东西哦。哇，这个方法真的好厉害！优格盒、果冻盒善加利用，也可以成为收纳好帮手，有效避免食材过剩及反复加热的问题。维持家庭生活开销真的好难，请问杨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通常都是利用自己做、自己煮，因为我自己煮的话可以省掉差不多市价的3/4的价格。青菜的话，我会到传统市场去买；肉类的话，最近比较喜欢到美式超市。那美式超市它的好处是好大一份，一次买好以后，大概会隔个1个月才会去采买。因为每次去菜市场，我明明只想要买一个葱，可是葱还没有买，就买了一堆的东西回来。只要去市场就是有花钱的欲望，所以我就尽量少去那种地方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维持每次出门我只带1000块，花不完没关系，可是不够花我就会回来。这样子的方法，它可以控制我的预算。像现在物价这样上涨的状况之下，我1个月我们家的伙食费，连肉方面大概才7000块钱左右。但你吃一个便当的话，可能都要200-300块，那1个月下来可能就要差不多8-9千。自己煮的话，还可以吃3餐，划算。我家怎么样维持我的开销？我买到便宜的食材，我做了储存的动作，减少去外面外食的几率，可以让自己省到很多钱。不止开源节流才是更重要的，减少外食的次数，不只可以省钱，还能吃得更多、更健康。身为几乎天天开火的主妇，想请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下厨房。很多人锅子都没有保养得很好，锅底脏脏的，有时候会这样中间凸起来。你要是发现你的锅子周围有油，但中间没有油，表示你可能在炒完菜以后很急，因为想要让锅子变干净，就立刻冲水去洗。这个时候是不行的。我通常会到锅子完全冷却以后，我再去洗它。洗干净以后，我会再用干的布把所有的湿的锅底、锅面全部擦干。另外一个，我有个习惯，假如说这个菜跟这道菜之间我没有要洗锅子，很多人是习惯就直接在下一道菜，我不是，在煮另外一道菜之前，我会用湿的抹布把锅底全部擦干净，我才去做第2道菜。这样子的方式，它可以让我的锅子保持得非常干净，拉长使用年限。你看我这个锅子明明已经用了1年多，看起来像新的一样。那另外很厉害的2001年买的，那么看起来像新的一样。所以保养锅子它可以省到很多钱哦。原来要避免热锅冲水，洗完后还要用抹布擦干，多一个步骤就可以让锅子用20年哦。我喜欢用纱布或者是干净的毛巾这样它包覆我们的青菜的话，它保湿效果非常好。为什么不要用纸巾？因为纸巾一潮湿的话，它就容易破掉，而且纸巾比较容易干燥，保湿的效果没那么好。相较起来，一次花个180块，可以用个5年左右的纱布。纸巾的话，大概只用到3个月，我宁愿用纱布，这样的话比较省钱又比较环保。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纱布，还有一个是万用烤纸。食材放到冷冻库，它可能会粘在一起，铺上塑胶袋或者是保鲜膜，那这样很浪费又不环保。这个烤纸洗干净后，它可以用到好多次，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假如说你想要用烘焙纸当隔离的话，我觉得万用烤纸很好用。万用烤纸、纱布、毛巾，原来都是食材收纳的好帮手，大家学了吗？
我们家的收纳都是悬空，没有摆在地上，因为我注意到，假如说是摆地上的话，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可以摆，东藏一个西藏，越藏越大，然后这就变成是一个垃圾山，所以我就杜绝这个方法，干脆悬空，因为悬空一定要有东西架着，就可以保持整个空间是清爽，而且是好收纳又干净。现在很多人家里面有扫地机器人，东西太多的话，扫地机器人他就觉得他没办法做事，他就走掉。屋子整个是空的话，扫地机器人就会很开心的帮我做好工作。所以真正的让屋子干净的方法，你的地面一定是要空的。悬空收纳不只可以让地面更清爽，运用扫地机器人还能加速做家事的时间，真的是一举两得。请问杨老师有哪些选物想推荐给蛙家的观众呢？我很喜欢用真空机，我大概一天会用到大概2到3次。因为真空机它可以把我多余的食材全部保存起来，比方说像南瓜，我们一次大概只能吃2片，一个塑胶袋真空大概2人份4片，2餐的量。万一我不吃的话，我可以放了半年左右都不会坏掉。苦瓜便宜的时候1条10块，青椒盛产的时候，甚至于是像马铃薯买太多的时候，我全部用真空机真空袋把它保存起来，放到我的冰箱都不会结霜，然后半年以上都保存得好好的，而且味道跟原味是没差很多，所以我觉得真空机还蛮好用的。我喜欢豆浆机，每天早上花个10几20分钟，我就可以喝到很新鲜的、很热腾腾的一杯豆浆。我会习惯用我的食材管理，把所有可以吃的豆类啊、坚果类或干果类，我全部分包10几20盒，然后每次要喝的时候，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就倒下去，16分钟我的豆浆就好了，非常的方便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喝起来暖乎乎的，很开心。感谢杨老师推荐的好物，大家笔记起来了吗？最后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，请问杨老师的市场经济学是什么概念呢？过完年到夏天初的那段时间，几乎是我们台湾蔬菜盛产的季节。我会买一些像台风季节容易长的蔬菜来做保存的动作，比方说3、4月的葱，一大把1公斤可能才30、40块，到了夏天也都100多块，或者是200多块。假如你30块买200多块的时候还可以用的话，你等于是省下7倍的价钱。像番茄来讲的话，盛产的时候1斤10块或15块，可是夏天一定会变到100多块。我会在那个时候买这些菜，可以放冷冻库保存。尤其像番茄，它越冷冻，它的茄红素越多嘛。所以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菜市场经济有获利的感觉，就是逢低买进，逢高的时候就把它吃掉，是有点像类似股票的原理。所以我用这个方式，让我的菜市场就有经济效果。不浪费就是省大钱，找到每样食材的价值，就是杨老师的生活之道。感谢杨贤英老师今天超棒的分享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还想看我们开箱谁的家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还没看上一集的人，记得点击右上角资讯卡。蛙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新单元，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里面的链接报名。不管你是收纳、极简或是 DIY 达人，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期待下次到你家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